乐高近期发布了一款编号为76210，售价4599元的反浩克装甲，并将于11月4日正式发售。那早在1个多月以前呢，国产 K 盒子也发布了一款同款的，价格大概只要乐高1/10的反浩克装甲。不过这两款的设计却是完全不同，当然它们的零件数是相似的，分别是4049片和4123片，基本是差不多的级别。那从官方披露的信息来看，在高度方面，乐高反浩克相比 K 盒子的44厘米要高出8厘米，达到了52厘米。因此，这款反浩克的发布也意味着乐高从此将开启大比例机甲时代。那由于我们现在还没办法买到乐高反浩克，所以今天我们就针对这款高度达到44厘米的、重2.5公斤、比例大约是1:7.6的 K 盒子反浩克装甲做一个深度评测。过段时间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再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横评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开始拼搭，同时看一下它的内部设计。这里来看一下腿部模块的内部结构。设计师首先是通过长条形的带孔砖搭建出了腿部骨架，同时使用15461将2根带孔砖向中间拉住，增加了整个腿部骨架的牢固度。进一步的，在可活动关节位置分别是髋关节、膝关节、踝关节，则是使用了若干铰链带孔壁零件，尤其是在前后2个方向上的使用，使得在关节位置构建出了非常牢固的可活动的多边形结构，同时还设计了一些球头阻尼结构，对强度进行进一步的增加。那最终我们可以看到，整个腿部骨架非常牢固，同时各个关节的活动呢也没有问题，可以感受到这个支撑力应该还是非常不错的。那踝关节还额外使用了大转盘零件以及内部的球头零件，使得整个脚部可以沿3个方向旋转。整个腿部模块拼好以后，我们来看一下。首先最迫不及待的呢，就是感受一下膝盖部位的这枚发光砖，只需要像这样转一下。那可以看到，在摄影棚亮度环境下，这个发光砖的亮度表现也是不错的。那在其他外观方面，可以看到设计师使用了砖块零件对外甲部分进行了搭建，同时在各个关节活动位置也预留好了活动空间。这里看一下手臂模块的内部结构，和腿部模块大量使用铰链带孔壁零件不同，手臂模块的各个关节则是主要使用了体积更小的关节连接件，在无需太多考虑受力支撑的情况下，让关节转动得更加灵活。同时在肩关节位置还使用了一大一小2个转盘零件，实现更多方向的旋转动作。手腕关节则是直接使用了球形连接件。那最终整个模块的牢固度测试下来也是非常不错的。这里看一下身体模块，可以看到设计师同样是使用科技组零件以及长条形带孔砖，同时使用其他零件将带孔砖向中间拉住，最终搭建出了一个非常牢固结实的主体框架。在腰部位置，设计师使用了大转盘零件，使得整个腰部可以水平旋转。另外连接腿部的地方呢，在左右各使用了3组关节连接件，可以实现整个腿部向外张开的运动效果。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，设计师在胸腔的内部做了一个空间，可能是用来预留给放置人载等用途。在最终合体之前，我们来回顾和总结一下这款反浩克的模块化设计手法。可以看到，除了头部、身体、手臂、腿部这些本身就是大模块的设计之外，那身体、手臂、腿部这几个大模块本身呢，也是在我们已经讲解过的内部骨架结构基础上，在外部设计了若干个小模块，也就是外甲模块，最终通过预留好的接口完成拼装。这种非常清晰的搭建思路呢，也带来了非常不错的拼搭体验。好啦，经过大概18个小时的拼搭，这款高度达到44厘米的反浩克机甲就完成啦。这里我们重点来看一下成品的可动性。头盔可以打开，那只有这一个可动。肩关节包括整个手臂前后旋转以及向外张开2个可动，那前后旋转是可以实现360度转动。向外张开手臂大概是40度左右的运动幅度，然后肩胛位置这里会发生干涉。肩胛1个可动，不过实际可动幅度并不大。大臂1个可动，也就是二头肌平转关节这里可以沿水平方向360度转动。肘关节1个可动，大概有一个向前45度左右的运动幅度，不可以向后运动。腕关节1个可动，由于采用球形连接件，因此基本可以实现整个半球面的自由转动，那像做出发泡动作也是没有问题的。指关节
一共4个手指，除了拇指是1个活动关节外，那其他3个手指呢都是2个活动关节，所以一共是7个可动。腰部1个可动。虽然采用的大转盘零件支持360度旋转，不过由于旋转过程中会发生零件干涉，因此大概只有一个30度左右的旋转幅度。髋关节包括整个大腿向外张开以及前后摆动2个可动。那大腿向外张开还是比较轻松的，大概有一个30度左右的运动幅度。前后旋转方面虽然在结构设计方面是允许的，不过由于采用2组铰链带孔壁零件加球头阻尼的设计方案，因此基本上不太能动，所以在成品把玩环节是肯定无法让它自由转动的，只能是先把大腿模块拆下来，然后调整好角度以后再装回主体。那么摆造型是没有问题的，不过有一个小模块在大腿向后摆的时候会发生干涉，因此如果需要向后摆的话，这个小模块需要拆下来。经过测试，这个前后旋转的允许幅度大概在20度左右。这个设计呢，其实也是比较合理的方案。这是因为髋关节是支撑整个成品重量的关键结构，所以紧一点呢，也有利于整个模型最终摆放的稳固性。膝关节1个可动，大概有一个向后30度左右的运动幅度。踝关节3个可动，分别是整个脚掌的前后转动、左右转动以及水平旋转。不过这3个可动的可转动幅度呢都比较小，基本上就是不会影响摆造型的可动幅度。好了，那整个算下来呢，整个模型一共是有40个可动结构设计，不算指关节呢，一共是26个可动。这个可动数量对于一款积木来说，应该算是非常不错啦。在实际成品把玩的过程中，除了大腿模块的各个关节都比较紧以外，其他关节在把玩方面还是比较轻松的。不过即便如此，仍然是需要稍微小心一点，因为用力过大的话，仍然会存在零件脱落的问题。好在这款反浩克的外甲基本是模块化设计，所以一般呢也是整个模块脱下来再装回去呢，也不算太难。这款积木我们也全程没有点胶，所以想进一步加固的玩家也可以考虑自己做一些点胶处理。在可动性之外，这款模型最终在陈列稳固性方面的表现，作为4000多片的大型机甲积木来说，可以说是表现优异。在摆造型方面，可以发挥的效果还是比较丰富的。不过，由于是采用积木拼装以及结合它的2.5公斤的总重，所以大家应该也了解了，它肯定不是一款用来给玩家日常把玩的模型。那套装中呢，还包含了一个钢铁侠的人仔，打开头盔就可以这样放在里面，不过并没有固定的地方。那外观部分，首先在整体比例方面，还原度呢还是非常不错的，没有明显的比例不协调方面的问题，大家也可以自己感受一下。细节方面，头盔采用定制独占零件，外观还原自然没有问题。胸甲位置包括整体轮廓、胸前的反应堆、Y 字形的金色管线与肩部装甲连接的金色铰链结构，腋下的弧形金色装甲，这些细节都进行了不错的还原。那手臂部分，手掌内部的发射口没有进行还原，其他外观特征的还原度都还是不错的。手臂上的盾牌呢，也是采用独占零件，为整个成品的最终造型也是加分不少。腹部包括正面的装甲轮廓、两侧的喷射口，以及髋部两侧的装甲，还有裤衩部分。下半身的外观还原度也是没有问题，包括大腿上的管线细节、膝盖位置的反应堆、小腿内侧的喷射口、小腿后侧的喷射口，以及脚部的一些细节特征都做了非常不错的搭建。不过脚底的喷射口并没有进行还原。那再看一下背部，背部这里最明显的就是这6个喷射口，可以看到设计师还是做了不错的设计，而且尤其是中间的这4个喷射口的一个向内的角度设计，相对于原型可以说确实是花了不少的心思。在外观模块上，这款反浩克一共使用了3款全新定制的独占零件，分别是头盔、肩甲以及小臂上的盾牌。那这种新零件作为积木来说，可复用性自然是谈不上的，但是带来了更完美的外观还原度。同时在外观工艺方面采用了喷漆加负 UV 的生产工艺，整体外观质感表现呢也是非常不错，尤其是头盔和盾牌上喷的还是金属漆。那由于附了 UV， 所以即使是用指甲或者镊子去刮蹭也不会脱漆，所以这几款全新的独占零件呢确实值得点赞。另外厂家还为这款反浩克配了3块发光砖，分别使用在胸甲以及两侧膝盖的反应堆位置。打开开关只需要这样转一下就可以啦。亮度方面，在摄影棚灯光全开的情况下，这个亮度也是比较明显的。那如果把环境灯光调暗，这个效果大家可以自己感受一下。
包装方面，彩盒使用了一般旗舰款积木常用的天地盖彩盒，正面是成品的渲染图，背面展示了成品尺寸以及一些细节特征。打开彩盒，里面包括2个零件分盒，4123片零件被分成了6个大步骤分包。此外，部分零件，尤其是特殊零件，进行了单独的分包。拼搭手册1本，厚度适中，图示比例大小合适，只是清晰。不过拼搭到后半程的时候，出现了脱页的情况。贴纸2张，同时基材为透明的材质，这种贴纸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贴纸与零件之间的色差问题。不过贴纸步骤被放在了拼搭手册的最后，当如果最后才贴的话，有部分贴纸会不是那么好贴的，所以我们同样也整理了贴纸的对应步骤，有需要的玩家可以在评论区查看哦。好啦，本期就到这里，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后续的乐高反浩克横评，那下期见，拜拜。